就在北边嘛，滦水进启阳就在它南边嘛，四山宫位，家气充裕。这是顾祖禹《都史方语纪要》里对他的一段描述，这是明代的人写的东西。这里边说到的这个滦河，就大家那些年听到的这个广播里常说那个引滦入京啊，这个滦河是发源于河北北部和锡林郭勒盟接壤的那个叫做那个县叫个什么县啊？跟多伦南边打交界那个县，固原按理说是固水嘛，是吧？固水之源嘛，但是它是滦河的源头。它朝北边绕了个弯，像那黄河一样绕了个弯子，绕回来以后，朝这个丰宁下来走天津了，引滦入京，就这条河啊。所以呢，本来这个河叫滦河，为什么叫成了闪电河呢？我92年去工作的时候，是因为打击一个盗墓的事件去了以后，把事情处理完之后，我突然说，好像这个蓝旗有个元上都啊。他说有啊。我说多远？说30-40公里。我说去看看。去了以后正好是夕阳西下时分，暮色苍茫之中啊，这城墙保存的非常好，格局也非常清楚。我当时就发誓说，我不走了，我就在这儿干了。一干了20年啊。当时我在内蒙考古研究所工作。那么当时去了以后，他们说有条河叫闪电河，开车开的不小心掉到河里去了，那两边全是草，看不清楚。我说为什么叫闪电河？闪电是这个样子，对吧？这河是大然斑斑，要在呼伦贝尔叫圈河，大绕着走，怎么就闪电河呢？这一点不像个闪电呀。后来我仔细自己琢磨了半天，琢磨明白了，闪电河应该是上都河的音转，就汉人把它叫上都河，蒙古人说上都河上丁河，山顶高了，汉人叫山顶高了，高了是河，山顶啊，闪电河，再绕回来绕成个闪电河了啊。所以后来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过程当中提出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叫我们这个英文有个单词啊，英文的香纳度，英文的单词你到英文词典上查有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世外桃源。洋人的印象中，元上都就是世外桃源，美不胜收，有汹涌的江河，明的大海，黄金遍地啊，牛羊遍野，大概这么个地方。所以他们印象中那就是世外桃源，好地方。后来那个卫星那个土卫6，名字就叫霞纳度。很多国外的大宾馆、大这个休养地什么都起了这个名字。所以要申报世界文化财，你对世界文化遗产做出了什么贡献？你有什么可让人记怀的地方？这就是很重要的一条，它产生了影响，以至于我到那年到澳大利亚访问，接待过程当中每天喝点葡萄酒，我这个很不得劲儿，我就跟那个教授说，咱们今天能不能换的喝点白酒？那教授说没问题。晚上回去了，到了个酒馆，人家给一上菜，一拿酒，拿来一瓶白酒，倒上一喝，白葡萄酒，人家那叫白酒，我这完蛋了。但是我一看那个瓶子上的商标，霞纳度就是上都。到今天为止，我也不知道这个霞纳度是它肯定是按照汉语的读音来的。霞纳度是香都，是上都的意思，还是霞纳度是夏天的读成夏都的意思？是夏还是上？这个字闹不清楚。反正它现在叫香都、霞纳度，就这个意思。那么正因为这样一个词儿，是他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2012年6月29号在圣彼得堡联合国教科文大会上2分钟就通过了。当然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的1个星期，那边的朋友就给我打电话说，魏教授你放心吧，肯定过。结果上去没讲2分钟，不用念了，一投票就过了，全票。因为上都在西方人的印象当中实在是了不起。那个13、14世纪的时候，应该可以这么说，元上都大恩歌里发生的一切，可能影响着整个欧亚大陆的命运。那么成吉思汗西征吗？
那么整个一打到莫斯科嘛，对吧？北非是吧？中亚、西亚这些地方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他当时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后来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当年北京的大都吧，咱们大都还有北城墙嘛，张北的原中都要开了个会，三都联合申遗，我坚决反对。为什么反对？大都就剩一栋城墙了，怎么对世界文化产生影响？中都连建带废4年，怎么对世界文化产生影响？你俩闹不成，把上都也害了。我说别扯，就是上都成了。现在我就鼓动他们把这2个合并进去，省点劲儿的绕个弯嘛，对吧？现在正在做这个事情，因为你每年中国只有1个指标嘛，所以你不可能把这些事都做到了。我说这番话就是上都确实重要，而且这个位置在这个地方也有它的原因啊。为什么大家看下边这个红点，这是大都，就北京啊，就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往北去，那就那圈里边左侧那个就是上都。咱们有好多做研究的人呢，就说：“哎呀，上都和大都在一条中轴线上。”而且写了本书还送到我办公室去，我看了看，我说：“你搞错了，这书你出之前应该找人给看看。你不看别的，你看看那个咱们买的那地图，是吧？你有经纬线吧？你看看经纬线，它在不在一条线上呀？它怎么在一条线上呢？它往北，你看大都偏点东吗？对不对？大都既然偏点东，大都跟谁对的？跟上都的，跟那个上都的那个东边那个多伦对着呢，跟上都差不多将近30公里，那怎么能在一条线上呢？何况说你把它说在一条线上有什么意义呢？先建了上都了，建大都也要走在一条这个经线上，有这个可能性吗？那让这建到天津那边去了，是吧？很远，所以这个就我们要做学问嘛，有时候这个太过于人云亦云啊，要追求一个什么东西。这2年在故宫博物院搞一些发掘，明清故宫那中轴线是偏东的。我说那么前面有个断虹桥嘛，我去看这个断虹桥是元代的。我说这个元代的大都可能应该是在偏西的地方，你那个中轴线可能应该偏西，那就跟这个上都可能差不多撇上差不多，但是绝对到不了这一条线上这个地步。这我说的闲话，因为北京这个话说的很多啊。在这位置再往北就是漠北和贝加尔湖啊，这个和宁路就是第一个都城所在地，这个哈拉赫林。哎呀，小的看不见，哈拉赫林那其实是第一个都啊。我22号就要去那里去。这是元上都，春天大概比这个季节还得早几天啊，大概5月初，5月5、6号、5月7、8号这个样子，上都就这样，草刚长起来，这就是闪电河。北边的那个墙就是元上都这个皇城的南墙，南墙的西段啊，这是西段啊。远处那个山上的有敖包的那个，就西山敖包，那底下有一个大粮仓啊，非常漂亮的地方。每年到夏天，我们到6月份过去啊，开始做工作，做到个农历的就国庆节前后就没法干了，冷的不行啊。国庆前后一定会下一场大雪，这个时候就干不成活了。这是夏秋季节，闪电河水蜿蜒曲折，那个金莲花遍野盛开，景色十分的优美。所以元代诗人讲这个萨杜拉是京藏汉国的人，他的诗里就说是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田。这个样子大家看，这是大概7月初，金莲花刚开，然后大家看里边有旧河道，你看这个河道能看出来是旧河道，曲里拐弯的，又长满了草了。为啥？那个水流的非常的平稳，地上的土又比较厚比较黑，它是这种下湿地，去2头牛踩一踩就把水挡上了，那水就憋着朝别处流着走了。所以它水道是经常变化的啊，所以这个看得非常清楚。到这2天这个非常漂亮。这个元代呀，大家知道，我说到哪儿就随便说2句。
咱们知道唐诗、宋词、元曲，对吧？啊，唐诗写得好，有气魄；宋词呢有节律啊，里边描绘的事情很多，能人也不少。到了元代就是元曲了，是吧？《西厢记》啊，这个那个，你们知道元代的诗歌照样棒啊，就是因为到他领这个元曲这个高度，就把其他的不说了。那年有一个跟我认识的一个学者，他突然想起来要做一个文学的研究跟元上都相关的诗歌，你说有多少？2万多首，随便拿出个200-300首来，一比一个漂亮，那诗写的非常好。难道就是元曲吗？元代的诗歌照样好啊，照样好。所以认知嘛，也不能停留在一个层级上。这就是金莲花，草大概长个半米多高。你金莲花这个花梗子呢，我以为一挺20-30厘米高。后来我说你成天从小学语文课呢，知道有个词叫亭亭玉立，这才叫亭亭玉立，特别漂亮啊，特别漂亮。夏天的时候，后来有人说，哎呀，这个花是马可波罗给带来的，哪来的事儿呢？我看金代的史料里边就记载，经世宗完颜雍就在北京借都那位，后来纳帛时候跑到金莲川去纳帛，满川开的金莲花，漂亮的一塌糊涂。说这个花叫什么名字呀？这么大臣们就是捧这个皇上嘛，说皇上这花没名儿，你给起个名儿吧。金世宗完颜雍说莲者莲也，莲花的莲，莲者莲也，相连的莲，取金之玉叶，相连之意，于是就把这个花叫金莲花，从此有这个词儿。所以可见金莲花在金代咱们的记载里就有，马可波罗到忽必烈时代才来，那怎么是马可波罗带来的呢？我到意大利去，因为这些零零碎碎的事儿，问他们，他说没这事儿，我们这儿也没有什么金莲花，怎么能带到中国去呢？啊，这都没眼的事儿啊。那么元上都周边那么美好的草原，南侧是漂亮的金莲川，北侧就是一片黄沙的浑山达克沙地。当年大概在90年代后期，就2000年前后那一阵，大家知道沙尘暴特别厉害，北京的沙尘暴，北京被沙尘暴这个刮得也够呛，就有人写了篇文章叫《沙起额济纳》。那2年我98年到2004年正在额济纳居延地区，内蒙古的居延地，出居延汉简的地方，全是戈壁沙漠。我所以夏天6、7、8月份我在元上都享受这个美景，9、10月份以后我就跑到阿拉山戈壁上享受那个风沙啊，一年就这么来回倒场啊。那个地方有个人写叫沙起额济纳，就说这个北京的风沙是从额济纳刮过来，额济纳到北京2000多公里啊，多大的风，多么细的沙子能刮到北京来呀？后来日本人也跟着起哄，说东京的沙子都是北京给弄过去的，那瞎扯。后来反映这儿以后，那会儿朱镕基当总理，后来在额济纳上游把额济纳河的水给10几个水库都给炸了，把水放下来，把胡杨陵养起来。这2年条件好多了。每年我在4月份风沙刚停的时候，带学生们去考察一次，秋后胡杨这个一片焦黄的时候再去一次。这个今年开春没去了啊，条件太差了啊，秋天还得去一次。这个呢就算是浑山达克沙地，说呢后来我就说北京的沙子来自于北边的浑山达克沙地，你不要约人家，而且沙地这就归锡林郭勒管了。我们的公路到锡林浩特就走这个地方，就穿过这个沙地。每年建造那些人打那网格，栽树种树，种了几年也不管用。后来咋办了？有一个国家的政策叫围封转移，围起来封起来，把里边的人转移出来。人出来了，牛羊不也出来了吗？人出来，牛羊出来，用不了3、4年，那个地方就密闭了。飞机在飞波，带上那个装了那个草籽的那个泥团，一俯冲就扎在沙子里了。再赶上下一场雨，就长几根上来。今天长几根，明天长几根，3、4年就密闭了。人为的缘故，人牵出来几千只羊，几百头牛，多少匹马，那片草原就全完蛋了。而这些拿出来，国家养起来，它有吃有喝，那片草地好起来了。
这2年又赶上他们种的，这2年就是现在看到样子已经不存在了。当年在多伦还人去玩滑沙子，现在到哪儿滑？没沙子可滑了，全密闭了。这个照片是我带着那个你们大概喜欢那个席慕容，台湾那个诗人，咱们不能叫诗人，其实人家是个著名的油画画家。我在席慕容看完袁尚都，他说后面有什么？我说后面有个沟，有个地质的大裂沟，那个大裂沟的树木繁茂，花特别多，花地里面的花那儿都有。他再去看看，就去看了，结果走到这儿，沙地给捂住了，走不了了。我说咱俩年纪大了，咱俩下了车，树底下歇会儿，歇歇阴凉，让他们推车。推车的功夫，我一抬头就看到这个景色。大家知道，草原上只要长了树，就是沙化的表现，就是沙漠草原退化的表现。在这个树下歇阴凉，一抬头看，北边就是浑山塔克沙地，紧跟它接壤的有牛有羊那块地方，那就是金陵山草原，这就是个结合部。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完全往北退回去了。这个地方有个总厂叫武义牧场啊，我这儿跟那厂长打了10来年交道，喝了10来年酒，吵了10来年架，因为袁尚都申遗要把他们请走嘛，他不干呢，他归内蒙古畜牧厅管。后来我们还是给他在正蓝旗给他任了个职，把他职位给降了降，他就听我们的了，然后这个事儿就办到了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山后面有个敖包，袁尚都这龙岗叫龙岗山头有个敖包，我上去一看有元代的瓷片，没问题，敖包是元代的，因为后来基本这个地方没有人了，当地人每年到的日子还要去祭祀，还要去转敖包。那天我到那儿了，我一高兴，我说跟席慕容，我带你上敖包上去看看。我正要走，一看不对劲儿，这当地有乡俗的，女人是不能上敖包的。我要叫席慕容上去，大家也不好拦，但是这个不遵守当地的习俗了，这个咋闹？我就想了一个招，我跟席慕容说，这往上爬得爬半个多钟头，下来还得半个多钟头，你这腿脚行不行？不行算了，我上去给你拍点照片，你下来看看得了。他也就半推半就，也就接受了。我就上了这敖包看了看，席慕容被我骗了好几回，就是好多事情没法让他参与，所以很麻烦。那年一块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也是正做节目呀，来了才发现不行，他是用我们的政策讲统战对象，你的报备得2、3个月，把他取消了。我后来找了那个唱歌那个德德玛啊做的节目，这种事情很多啊，闲话了。这敖包说明了他跟袁尚都有关啊。后面的这个敖包前面再往前，袁尚都后面一条沟，这条沟里边那花漂亮极了，太多了。我带着我的2个导师前后后都去过啊，这里边采了很多这种花啊，特别多，那个景象特别好。所以草原上呀不是光长草，草原上也不是一马平川。去年我跟西北大学一个教授，他跟我要去到居延的北边找这个李陵汉武帝以后那个战败那个李陵，不就李陵碑吗？战败那个李陵，要找李陵被匈奴俘虏那块地方。我说你怎么找那么大块蒙古高原？他说那个记录里边不是说他在2山之间被俘的吗？我说你去过草原吗？他老在中亚跑，蒙古高原他没怎么去过。到那我告诉他，你只要站在草原上，永远处在2山之间。草原不是一片平原，你只要人在周围肯定是山，只是不高而已。你要到哪儿去找那个？要找那个2山之间，不可能嘛。所以这些事情就很有意思。所以不同的地形环境创造不同的文化，和创造这种文化的人群是不一样的。这里边说到上都就说这个事儿。1227年，忽必那个成吉思汗在第6次征西夏之后去世了。后来他们车马劳顿运回漠北肯特山7年谷深埋。那么后来呢，皇位本来按照蒙古人的习俗，大家一般认为要传给老儿子的，也就是最小的儿子。那托雷是最小的，住持、察哈台、窝阔台，这个托雷传给托雷。但是呢，结果他说成吉思汗有遗言，传给了老3，这个窝阔台，这托雷也就没法争了。因为实际上蒙古人是这样的，老儿子是跟父母同一份财产，
所以他们家里边比方有10份财产吧，那3个儿子各分2份，比方说6份了，这4份都是老儿子的，所以老儿子财产比较多。那里边还讲了很多故事，乌克兰怎么的要这个拖累的兵马，要拖累的草场，要拖累的牛羊，后来拖累也死掉了，管不了这事儿了，还拖累的老婆很厉害。这历史上是很有名的一个女人，就是把这个为了保全她的儿子们，说你只要不碰我儿子，你要啥我给啥。所以到后来窝阔台的皇上当完了，他的儿子贵友又当了几年，去世了以后，蒙古这些忠王们不干了，看那边的皇位还给人家老四家，老四这会儿已经不在了，老四的儿子老大蒙哥当了皇帝。蒙哥一当大汗，你看1227年到1251年，将近20-30年过去了。蒙哥汗1251年被推举为蒙古大汗，他在漠北就他这个继位，他的弟弟就是忽必烈老二。这个忽必烈是个从那个时候用中国的史料记载来说，他是一个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年轻人，就很会干事儿，也像咱们曾经看的《东周列国志》里边提到那些燕太子呀，这个那个这些人，他怎么收留了很多，哪儿干的不好干了，哪儿受了治，来我这儿来，他都收留住，能臣干将一大群，而且什么人都有，什么渤海人、契丹人、女真人，什么人都有，包括党项人，只要你能干，只要有本事来我这儿来，所以有了这么一大批人。而蒙哥也知道他这个弟弟能干，他是草原上长大的嘛，让他弟弟你总领漠南汉地军国硕士，什么意思？就是大概说大漠以南的这一块，咱们现在的咱们中国这块地方的所有的军国硕士，军国就军事战争军队，硕士就老百姓的民事，这些事情钱粮全都归你管了，好大的权力啊！所以忽必烈就带着他的手下这些人来到了漠南，漠南一过，漠南过了这边就是锡林郭勒草原，好地方呀，驻扎于滦河上游的金莲川地区，开始广征天下名士，就是培养自己的干部队伍。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把它叫做金莲川幕府。这个幕府这个词儿就跟那个日本那个这个幕府那个幕府镰仓幕府跟那个幕府有关系，就是自己一个独立的班子，游离于这个其他之外的属于自己的独立的一个班子。那么领这帮人就在这个地方开始这个打天下嘛，积攒力量嘛。结果这帮人呢里边大概是真正的像蒙古人一样住蒙古包，我们叫做野居草次，就住在蒙古包里，住在草原上的，不习惯这种生活。尤其里边这些汉人呢，说你能不能咱们盖个城，弄2间房子，是吧？弄铺热炕，烫一壶小酒啊，过个这样的生活，就大家都这样一种要求。但是当时这个蒙古和金不断打仗，这些边线更迁的这些个城池呀，都打得烧毁了，破破烂烂没法待。抚州呀，这个州呀，那个州都没法待。后来忽必烈就下令他手下那个少林寺的和尚那个弟子叫生子聪，聪明的聪，生子聪，他给他起了个名叫刘秉忠，给他起的名字，命令生子聪叫选地建城郭，3年建成，3年就建一个城，在哪儿呢？环州东。环州在哪里？蓝旗的北边那个城叫这个金代的西北路早岛市，现在叫四郎城，其实叫四郎，中书侍郎那个侍郎老百姓叫四郎城，杨四郎、杨五郎、杨六郎那个四郎，其实不是那么回事。那个城的东边正好20公里就到金莲川草原这儿，北边是龙岗，南边是滦河，在滦河的北岸，龙岗的南侧选地建城郭，3年建成。建成以后呢，他那会儿也不说建个上都，他那会儿根本也没，他也不是个君王，他也不能建都城，出名开平府。注意这个开平这个字眼，开天下之太平，这都有想法的人干的事儿。中国历史上成了事儿的没成事儿的很多，想打天下的这些个能人们，包括那个东北那个扑血万奴，他刚建的城都叫开平。
都是有想法的啊，都是有想法的。就叫开平。一到1260年，蒙哥汗打的四川钓鱼城，我前两天到四川钓鱼城跟中央电视台开了个会，这个忽必烈打的是湖北鄂州前线这一块，两家跟这个宋军南宋作战。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这个北方民族和中原王朝的关系特别有意思。咱们远的不说，第一个入主中原建立王朝的这个鲜卑建立了北魏，对吧？我们给北魏的评价就是他在历史上第一个把中国中原的北方地区农耕地带和北方草原地带置于一个政权统治下的北方民族政权，他第一个一国两制啊。所以大家把一国两制这个头衔给了辽朝了，辽不是一国两制吗？其实辽的一国两制从鲜卑就开始了，这很早啊。所以总是北方民族不断的南下，集聚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就越过阴山燕山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你见过一个南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吗？中国历史上有吗？没有。我在台湾讲座的时候，我说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由南向北打的挺有名的，一个咱们念书常说那两个成语，那几个成语就是这个主题北伐，是吧？闻鸡起舞，这个励精图治。但是这场战争是失败的，被苻坚给打败了。第二个北伐的就蒋委员长的北伐，对不对？打了2年，一直打到最北，打到黄河边上。一个4·12政变，我党的说法叫4·12政变，杀共产党开始，失败了。哪有一个说通过由南向北征拿下天下的？没有。所以我一个很要好的一个原来在南京这个江苏考古所的所长，我俩好朋友，他讲一口安徽话的说真的，南京历都没有不亡国的。想一想中国的历史，真是南京历都真是没有不亡国的。所以后来到明朝以后，这个朱棣不干了啊，就从南京跑到北京来了，有这个闹法。所以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这话不能说太多啊。那么这个韩魏的建立也很有意思。1260年这个阶段，1259年在钓鱼城正打仗，据这个有关史料说是中了炮火了，这个崩着了，把这个蒙哥汗给不治身亡了。忽必烈在鄂州前线2个月之后，他得到消息，那会儿也没有手机，对吧？说这咋要跟宋军决一死战？手下这帮人聪明呀，说你不能打了，赶快划好边界，赶快撤退，回这个大都上都，准备征韩魏吧。你打啥呀打？这忽必烈才明白过来，赶快撤了队伍，跟那个叫那个宋朝那个宰相叫个啥呢？翻回来跑回上都来，在北京城就是大都毛冬3个月。毛冬3个月，天气一暖和，开了船就是农历3月份一过，就跑到上都了。上都他的根据地啊，跑到上都召开忽勒里台大会。忽勒里台大会就是中王代表大会嘛，合法当选。怎么个当选法？让大家推选当下能够承担这个责任的韩王。忽必烈有个叔叔叫塔察尔，史料说他是塔察尔率先劝进，首先出来劝他这个忽必烈行，他这个合适，让他来当。忽必烈不行，我何德何能？他提他推，如是者3。其实哪在演戏呢嘛？最后说，你要实在没有合适的人，那我就先当上，有了合适的再换人家，哪有这事儿呢？他这合法当选了，他弟弟老四阿力不哥在哪？在蒙古国现在哈拉赫林，也召开忽勒里台大会，两派嘛，也合法当选，一下闹了俩韩王，打起来了。1260打到1262，打了2年，把他弟弟抓住了，怎么死的也不知道了。总之，成吉思汗留下遗训，黄巾家族的人不能见血，包括他的大儿子祝赤。在芦苇荡里，我看俄罗斯的那个写了些东西，在芦苇荡里被打雁的时候，被逮住拿麻袋套住，给拧断了腰椎，给整死的，不让见血。所以那个阿里不哥后来也同样的情况啊。当然这个事儿就不说这个事儿了，就是说这样呢，他就在这儿合法当选，建立了都城，
击了蒙古汗位，但是那个时候还叫蒙古大汗，他还不是元朝。但是呢，忽必烈很厉害，他有一个年号，年号叫啥？叫总统。你看，这个小城叫开平，年号叫总统，什么意思？不是美国总统那个总统，是中华一统。所以说他是四大有为天下的这么一个人。这个总统年号一共一直用到了好几年之后，总统后来改成这个至元，一到1271年、1260年当汗，1271年11年以后才建立元朝。北京的大都是1279年才建成，很晚。开始做哪？做的这个金中都，现在咱们正在发掘那个金中都。哎，这里边的故事很多了。本来打下中都以后，金的中都以后就改名叫燕京，那个燕朝这儿来的，跟原来那个燕国那个燕。干了几年了，不叫燕京了，又叫中都了。开始两都巡行是上都和燕京的中都两都巡行，建起大都以后废了中都，才是上都和大都的两都巡行。这个过程很复杂啊。但是从1260到1271这10几年间，上都是决定着当时中国以至于世界甚至于欧亚大陆命运的地点，非常了不起。所以那个时候国外的人来的很，他们一开始到哈拉和林去的很多。那个窝阔台之后呢，到蒙哥汗之后呢，很多人就跑到这个上都来了。所以上都的建筑布局，上都城外的很多考古发掘的现场也告诉我们，那些重要的馆驿都在东关之外，而且东关外边没有外城。所以我一会儿会说这个问题啊，它不一样。这就成了一个临时的都城。那么这里简单的说一下成吉思汗这个家族的世系，就大家稍微知道一点，有的可能已经很清楚，但你不讲。你看也速该就他的父亲，也速该跟那个东边呼伦贝尔这边那个洪吉拉氏两家有这个约定啊。找到洪吉拉氏这边给成吉思汗铁木真定了个亲。你们看那个成吉思汗那个电视剧，那是那个内蒙古世奇集团他们搞的，我跟他们也做过那个工作。这边又出了个忽必烈，两个电视剧现在都在播啊。那么去成亲以后，跟那个也速该跟那个洪吉拉部的姑娘叫波尔铁定了亲，回来的路上就被蔑尔契人给他喝了毒酒，慢性毒酒，就把成吉思汗父亲回去不久就去世了。为啥要给他喝毒酒呢？这草原上的风俗造成的一个麻烦，就是抢亲。也速该，也就是说成吉思汗的母亲叫科额伦，也是也速该的夫人，是也速该抢回来的。怎么抢回来的？也速该和他哥两个人在外边游荡的时候，突然看见蔑尔契人娶亲的，娶亲队伍过来了，他俩拦住就把这个媳妇儿就给抢了。这是个很正常的事，你被抢了，说明你不如我。我在想这个事儿，那些个女性们怎么办？我本来嫁给这家人了，突然嫁给那个人了，那怎么办？其实我倒想一想，嫁了一个比那个更强的人不更好吗？某种意义上，因为对他来讲，那个人是个谁他也不知道。科额伦抢回来以后，全力以赴的扶持这个也速该，就生了铁木真他们弟兄好几个，后来成就了整个成吉思汗大业，人家也不差呀。但这个仇记下了，所以当成吉思汗娶了博尔铁之后，他的势力也不够强大的时候，蔑尔契人有一次偷营，啥也不干，就把他媳妇儿抢走了。牲畜没抢多少，就把媳妇儿抢走了。抢走了1年多，他们又去劫营，给抢回来了。抢回来不久就生了个娃，就生了成吉思汗的大儿子住持。住持这个名字是突厥语，住持的意思就是客人。客人不是本家的人嘛，客人嘛，就这么个名字。所以这个儿子说不清是谁的，因为这个科人这个谁，博尔铁在那个抢到蔑尔契呢，今天嫁给这个了，明天许给那个了，是谁的也闹不清楚。在那会儿也没有 DNA， 也不能检测，
组织回来以后，但是成吉思汗对他这个大儿子打仗特别厉害，所以他一直是那个西征的统帅嘛，所以一直也对他很好。但是他已经没有这个争夺汗位的这个可能性了。那个老二呢，也有点群众印象不好，是吧？家族里边老人也不喜欢他，就老三和老四一般说是老四当，结果最后是老三当了啊，就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现在你看，窝阔台下来，住持、察合台、窝阔台，就是后来成吉思汗传位的元太宗，那元太祖、元太宗，那本来该传给拖雷老四，但是没有传承。那窝阔台又传给他的儿子贵由，叫元定宗。贵英子活了2-3年就去世了，这个时候再把他返回来给到了拖雷他们家族。拖雷家族里边给了谁？就给了蒙哥老大元宪宗。1251年，元宪宗到1259年，元宪宗战死在这个钓鱼城之后，1260年就选了忽必烈，这就忽必烈到127年建立元朝，这从蒙古到了元朝。现在经常我们一些也不该在这儿说，一些领导搞不清楚，满清不能说，蒙元也不能说。我在新疆发掘给那个当地的博物馆搞了一个展览，里边有的蒙元如何长短。你看博物馆的馆长给我打电话说，哎呀，那领导来了，看了人家说这个蒙元不合适。我说你把电话递给他，让他跟我说。我问他咋就不能？他能理解不能理解这蒙元的意思是个啥？我想他肯定不理解。蒙古人的元朝，满人的清朝，他这么来理解。我说的蒙元是一段历史过程，就刚才我说的，从成吉思汗1206年成为铁木真，成为成吉思汗，到1271年忽必烈建元朝，这一段叫蒙古时期。从元朝开始叫元代时期，说加起来叫蒙元时期，这是历史。你打开咱们新华字典，元朝从1206开始，但是我们计算都是1271开始，这都够啥的了？你说个蒙元都不成。后来我叫他把电话给他，让他跟我说，他也没说，这事儿还那挂着点没事了。咱们经常会遇到这种麻里麻烦的不讲道理的事情啊，不懂还要乱说啊，这种事情太多了。那么后来这几个家族不同的人，像住持的儿子巴都，我去达达斯坦发掘就是挖这个巴都。巴都的这个意思就是巴图，咱们说叫巴图啊，巴都西征的统帅。忽必烈当选蒙古大汗是巴都帮了忙，但他堂哥呀，他帮了忙的。现在在达斯坦的贡的那些相坊里边，巴都的相坊最多啊，所以他后来建立的4大汗国里边最牛这个金帐汗国。然后察合台就是察合台汗国，很快就完了。然后这个窝阔台这一支的窝阔台汗国，剩下就是序列乌，就是忽必烈他们家的老三，老四阿里不哥，败了，蒙哥战死了。那忽必烈同时的还有序列乌，序列乌也很棒，也是西征统帅之一啊。后来他建了伊尔汗国，这4个汗国都跟他们兄弟有关系啊。这个大家多少了解一下，有利于我们看这个事情。这是在1996年。我94年请了航测遥感大队给我测元上都，我去调查，按照我的要求去测了一个图，因为没有图是没法干事的，那么大个城你看不清楚。到了1996年了，航测遥感大队有个朋友啊，时间关了挺好，他说我们大队那个房门能打开了，你要想找那个航片呀，那会儿哪像现在啥都有，你那儿能找到。我钻在那个房子里边，一个大房子，一桶像那罐头桶一桶一桶的胶片。弄了2天，终于在这个多伦那一组胶片里边找出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我朝那里边找，这在原上，在中央电视台播的时候也讲过这个东西。这是当年拍的，这大概68年、69年航拍的地图。这是元上都的拍出来的图，你看这个细节，这是大龙岗花岩寺前后殿工字形的，这是宫城，这是皇城。宫城3个城门，北边没门，北边有个大殿。皇城6个城门，东西各2个，南北各1个。然后在建这个外城的时候呢，就升做都城以后建了外城。为什么这么说？为啥不是一次建成的？他开始建开平，他不可能超过2重城墙，那叫僭越，犯法了。那么后来再建了这个城以后，把它升做都城之后出问题了。这我先说了。大家看，这下面这个白色的这个弯弯绕，这闪电河由西南向东北流。
那么这个城要再向外扩这一圈的时候呢，南边再扩就扩到800米长，扩到闪电河去了。东边是靠南边这一点呢，也扩在河里面，没法建了。所以东南方向没扩，只向西北方向扩了2边，扩成个不完整的3重城垣。这是一个都城的制度，按照宋代的营造法式，构了3重城垣。你看咱们元大都是3重城垣，是吧？元中都3重城垣，只有上都外城少了一半啊，这个样子。当年我在这个97年航拍的时候，大家看这条道，你看这条道从东西贯通的，贯通这个，你看这个道一直出来的。我在空中看到的情况以后，包括看这个图以后，我这儿莫非有个城门吗？这考古发掘发的出了问题了，把城门给挖丢了。下来以后，第2年我就上去看，一解剖根本不是原生土，原生的夯土，说这城墙是没有动过的。那说明个啥问题？很清楚了，这考古学的问题了。先有的道路，后有的城墙，更说明了这个开平原来只是2重城垣，后来加筑了这个城以后，才把这个道给掐断了。这个道理一下清楚了。这上都这个在这方面，那外边再还有一条很大的东西，就是这个郭守敬这个铁帆干渠，郭守敬的铁帆干渠，它是过来挡住了北边的大水，把水朝西侧送入闪电河朝这儿再送过去。我们后来会讲到这个事儿。这是我1994年测的图，那个是1996年我拿到的图。后来我就真的可以说很骄傲的说，我测的图基本没什么问题。我把2个图放到一边大的时候可以摞起来。在中央电视台考古公开课我讲的时候，我说你把这2个图摞起来看看，没毛病。就当时测的特别像，整整测了半年啊，这个图。那这里边我这个工程里边测了43处建筑，这是千源寺，这是大龙光华严寺，这可能是一个这个原来是个清真寺，后来改成第10寺了，就喇嘛教的寺院啊。前面这还有，这是孔庙，这是开元寺。就说一个城市的，你查查北京城，你们的孔庙在什么位置上？一定在北京城的东南方向，它不会有2个的。清源寺放在哪？放在西北方向。开元寺放在那个大龙光华严寺放在哪？放在东北方向。因为大家知道八卦的方位都西北角先开，对不对？乾坎艮，乾位和艮位是最重要的，坎位是放皇宫的，所以这是死的。东南方向是这个巽位，就是放这个孔庙呀、文学呀这些东西的。我跟他上课的时候跟小朋友们说，有的孩子现在也没那房子了，农村这种房子也很少。你到院子里边看农村的院子，你们家的厕所在哪个位置呢？这院里哪个位置？能乱放吗？他想半天，我说一定在西南角吗？你还能放到东南角去？东南角留门，西南角厕所，2个西北角、东北角不敢乱动的，但这是有规矩的，不是胡来的。上都和大都完全一样，而且后来的上都的建筑，大都建个什么宫什么殿，上都同样建一个，给了大都的喇嘛和尚在江南多少土地多少银两，上都同样。所以史书评论说，当时的上都和大都相比，上都叫做形势尤重于大都，就它不但一样，它还比它强。这个道理我一句话就能把它说明白了。去了西藏的、广东的这些重要地段的党委书记出来不是都进中央政治局？山西省省委书记肯定进不了中央政治局，对不对？100%的，这都是有道理的。你那胡锦涛啊、胡启立啊，是吧？这些个人都不是这样子吗？一个道理啊。所以假如有一个上一级的官员出了缺要调任上一级的话，肯定上都和大都2个都的留守司都是正2品官员，肯定是上都的升，不会是大都的升。为什么？形势尤重于大都，就这个道理。人家是外派的艰苦地方的干部，不一样，那是委派的这个倚重的地方，是吧？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开平作为一个汉庭，在两都巡幸形成之前，首先建了开平。原来的都城在哈拉河岭，那么后来这儿就建了个开平，这建了开平，把它作为临时都城建立起来了。它的规格还不够，因为这块它刚刚开始了做了这个韩，那它作为汉庭的建立，重要性在哪？我说在蒙元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的历史事件，因为蒙古前4汗的统治中心都在漠北的哈拉河岭，都在哈拉河岭。那么从忽必烈开始，他把统治的重心转到了漠南的汉地，而且在忽必烈继位前的10多年的时间里边，开平就是治理汉地的政治中心，所以它的地位不言而喻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问题：以大都作为一个正都，因为它毕竟在汉地的中心地方嘛，虽然偏北一点，以大都为正都是加强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确立正统中原王朝地位，并进而统一全国的需要，这个没得说。所以他那刚当选大汗，虽然你还不是没建立一个朝代，但是手下那帮大臣劝他了，你要做的不仅仅是个蒙古的大汗，你要做中国正统王朝的皇帝，这个事儿慢慢办，但是年号得有，就马上出了一个总统年号，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你像中国北方兴起的政权，咱们从晚一点说，辽和宋，北宋这个澶渊之盟，白沟为界，是吧？我还专门去那个聊城那个白沟那个城，我还看了看，白沟为界，哎，你在南，我在北，两家平和了100多年，两家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代那个时候也很牛呀，现在有人统计说宋朝那个时候 GDP 是全世界第1啊，是咋比出来我也不知道。总之宋朝日子过得不错，但是有了燕云16州，辽在北方的日子过得也不错呀。所以现在我们了解的辽代那些历史文化这些东西，辽朝是继承了唐的，宋可没继承唐。所以我在一个电视剧的解说词里说，继承了大唐风神气运的是大辽，不是宋，宋是理学那一套。那么后来呢，北方又兴起个金来，不是放牧的是种地养猪捞鱼的，是吗？兴安岭以东那一块吗？又起来一批人吗？他起来又跟宋联合起来，把辽给灭了，包了饺子了。灭了，他把力量大嘛，趁机往南再推到淮河流域了。于是北边成了金了，南边成了南宋了。没过多少年，北边又兴起个铁木真来，兴起个成吉思汗来，这一家子的，他们又跟南边的宋又联合了，把谁？把金给灭了。灭了金一看，反正宋也生不多点，干脆连你一块灭了得了，都灭了，就建立大元朝了。中国历史不就这样的吗？北方民族不断的兴起向南下，而且每次是南方的民族配合的，配合到最后把你全灭了。后来我听到好多说法的，崖山之后无中国，特别是南方那些学者说这种话。那年在钓鱼城，我去做一些别的工作去了，顺便看了一下。我说有个钓鱼城挖了个蒙哥汗死在这个地方了，我说这儿可以做点工作啊。他说我带你去看看，结果我就买了票没法了。第二天专门去开了个会，我去他们先带我看展览，我一看展览，几乎那个展板上写的都是抗蒙3城、抗元3城。我说你以为是抗日呢？你这个词儿出来以后，日本人特高兴，因为抗蒙抗元你都没抗住，不是统一了吗？那你为啥抗元抗日呢？我日本来打你建立个大东亚共荣圈也没毛病啊，你不给日本人制造口实吗？我这次在那写这种话呢。后来北京大学一个博士生，我去参加他们的开题，也写的是钓鱼城，引用的30几篇文章，有17、18篇都是抗蒙3城、抗元3城，我统统拿掉。你要不拿掉这个统题，我这个题不能开。我们什么叫大中华？什么叫统一多民族国家？怎么这样看问题呢？是吧？崖山之后无中国，元朝打到那边，那个陆秀夫那个宰相抱着小皇帝跳了海了。崖山之战以后没有中国了，因为啥？元朝在，元朝不是中国。狭隘的民族观，狭隘的世界观，这样一些事情怎么给？我们今天讲大一统，我们今天讲
共同体，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说到这儿，我顺便说，就是后来我还有一句话，顺便说，你知道北宋多大面积吗？280万平方公里。你知道南宋多大面积吗？200万平方公里。今天的中国多大面积吗？960万平方公里，是吧？你知道那个最成天被人骂那个大清朝多大知道吗？1350万。我们丢了390万，还剩960万，是不是？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50万没了，蒙古国150万没了，哈萨克斯坦那儿、图瓦、穆朗哈丢了几十万，390万没了，现在还剩960万，那也比那个280万、200万强吧？那个280万和200万能代表一个中国吗？所以我们讲王朝，唐宋元明清，唐宋元明清，辽呢？金呢？党项西夏呢？那不是中国吗？我最近评审的好多文章都这个东西。甭看大中国，看去年我在上海讲座，讲到那事儿，讲到这个一段事情。我说，假如那会儿以长城为界去鼓吹那个长城的伟大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今天到上海来讲座，我还得办护照呢，对，我在长城以北啊，对不对？这个，你那个明长城在哪里呀？修了中国历史上最靠南的一道长城，推的不能再推的地方了，推到山西北部去了，你还鼓吹那个明长城干什么用？包括去年正月初2到初7，每天晚上黄金时间播的那个《长城之歌》，2到初2播到初7播了6集，那是我做的总顾问。我说你要按这个观点，你就把我的名数上，你不按这个观点走，你别数名。我们的长城是一个军事防御体系。国博办了个展览，长城内外皆故乡。长城只是一条农牧分界线，它隔开的可能是一个农业形态和畜牧形态，它能把文化隔开，它能把人隔开。说北边割下的是游牧民族，很多汉人都跑到长城以北去了，很多少数民族到长城以南，在山西、这个内蒙古、河北北部，那很多人都是北方民族的呀，甚至有的人还都回鹘突厥的后裔呢。你怎么能把这个东西分得那么清楚，是吧？文化意义上的一致才是最重要的一致。你看，有英格兰、苏格兰、日耳曼、法兰西，是吧？都是民族国家。中国是哪个民族的国家？中国是文化意义上的国家，是文化意义上认同的国家。中国认同什么？连元朝进来也得尊孔啊，是吧？大功至圣，大成至圣先师，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清醒的看待我们中国。中国到今天4大文明古国，中国能够保留下来最大的原因，文化认同。那么多北方民族南下来以后认同我是中国人，哎，我是中国的，我要进北京那个历代帝王庙，那是我的归属，从来没把自己当别人看待。结果我们这儿说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啥玩意儿的，是吧？狭隘的民主观，能有今天大一统？前天下午我在那个中国考古博物馆那儿，他们做一个事情，我说你把那个中国地图拿出来，我做了张图，你看这么大个，我中国地图放这么大，夏商周这么大，在这么大的图里边，夏商周这么大，这叫中国，最早的中国。那今天的中国这么大，为啥被这么大呢？徐宏写了本书说何以中国。我俩在北大开会碰上苏宏，我说这个徐宏，你那个书还能卖钱，在干考古还能卖钱呢？这个我们都是花钱的，啥时候卖过钱？他说那个书是卖的挺好。哎，我说你再写一本。他说写个啥？我说写应有边疆。他什么意思？我说你不是问了吗？何以中国？你得回答呀。你回答就是应有边疆。那么这么大个夏商周，到今天这么大个中国，那大了多少倍呀？不是有边疆民族、边疆的土地的融入，能有今天这个大中国吗？大清朝以后丢了那么多，还现在剩下的也比美国大呀，是吧？所以咱们要清醒的看待这些问题。所以说到这儿来，我突然想起这个事儿来了。作为一个国体，要认同一个大中华，那梁启超这就说得很好，是吧？这到中华叫中华啊，一个大的中华可能这就比较合适了。你中国人现在就大家那个什么古巴比伦是吧？
古埃及、古印度这4大文明古国都完蛋了，那仨，中国到现在还好好的。你包括像这个波斯，你看那边在打仗吧，那个波斯能亡国吗？亡不了。为什么？不是光看武器好啥好，那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太深厚了。但中国人现在除了自己的以外，大概就佩服人家波斯那一套。咱们的很多东西是波斯过来的，所以就这样，文化上的这种认同，文化上这种底蕴的深厚，是支撑一个国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所以这种东西大家要明白，不能人云亦云。特别现在我那个短视频里乱说话的多了啊。这是元上都城墙，原生的就这样子。皇城的城墙包的是石头，自然石块包砌，里边这个焊的是水泥，不是水泥了，白灰啊，白灰，那会儿没有水泥啊。元上都呢，整个来分就是3重城垣。刚才我已经说了，有宫城、皇城和外城。其中宫城呢，在皇城正中偏北的地方，这一般是很正常的回字形的，南北605米，东西宽542米。这跟他们过去日本人调查和其他一些学者调查的尺寸不一样，这我们后来核对过的尺寸啊。4角墙两边都用青砖包砌，4角有角楼。而皇城呢，在外城的东南部，也就是在这个宫城的外侧，长方形的啊，这个宫城是长方形的，皇城是个方形的，每边大概1400米，是1415米到1420米这么一个尺寸啊，差不多3里地啊，用石块包砌，然后4角有高大的角楼和登城的踏道。外城是在皇城的西北两面，刚才我们也看了，它向外扩的是西和北扩了，东和南都没有扩，全部用黄土夯筑。整个这个城嘛，大约将近5个平方公里。但是上都真正厉害的是4个城的城关外那个城区范围，大概也相当于这个城的范围。所以了解上都不能光看城墙里面，要看城墙外面的4关。所以元人有诗歌说：西关论语多似鱼，东关账房乱如云。就西关做买卖的，车轱辘来车轱辘去，很热闹。东关呢，东关是蒙古，他们东边不是没有外城吗？那些人达官贵人、蒙古中王、外国使节来了以后，住在东关，见皇上容易啊。所以东关账房乱如云啊，都这些东西。所以包括像马可波罗1275年来到上都，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长得很帅啊，忽必烈很喜欢，见了面啊，受到过忽必烈的接见。所以后来在马可波罗游记当中写下了很多有关元上都的记载，特别这一段话，在冯承君的那个译本的翻译的，有点语体文，说内有大理石宫殿甚美，其宫舍内皆涂金，绘有种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心目，太漂亮了。这个宫殿在皇城的西北角外，我们找到了啊，找到了。说这些东西的记载，后来咱们有一个在中国在北大念过书的一个英国的一个女老师，她叫弗朗西斯伍德，汉名叫伍方思啊，伍方思名字起得挺好听，汉语还可以。她后来写了本书，叫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就说马可波罗写那么多东西里边，好多重要的东西他都没说，他可能道听途说，听了一些游记，看了些什么东西，自己说点大话，说到过中国。后来有一次他到这个事出来2-3年之后，他到中国来，把他请到人大去，我给他开了个会，我说马可波罗记载当中大概有几百样都说对了，你说的那几样说马可波罗没有说长城，马可波罗没说中国人用筷子，马可波罗没有说中国有小脚女人，所以说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嘛。我说你看他这个长城，我说我现在找长城，马可波罗来的时候你们说的长城是明长城，马可波罗来的时候没有明朝了，哪来的明长城？而再早的北齐长城、北魏长城，他到哪里去找？考古学者还找不到呢。筷子是马可波罗不用筷子，用刀叉的，可能也不一定非得讲中国人用不用筷子。小脚女人，西方人最愿意笑话中国人，就拿着小脚女人来恶心你
啊。后来我说的那个乌朗弗朗西斯伍德有点不好意思，魏老师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我那个题目叫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我是问你们的，我没说他没到过呀。我为这个事儿专门到意大利跑了一圈，我把那个马可波罗住那个监狱还找到，他在那儿跟那个叫什么鲁斯提间讲这个东西，拿拉丁文记下这个东西，那段事实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马可波罗他那边的史料记载，他回到家乡以后，他走了大概10几年嘛，16、17年，回到家乡以后穿的那个羊膻味这个蒙古皮袍子，羊皮袍子，浑身脏兮兮乱七八糟，回了家，他们家也被人占了，我还去他们家了，看他们家拍了个照片，家也被占了。进去以后，这个乡亲们都不给他腾地方，你们哪来的？父子3个嘛，他父亲和他叔叔和他。后来好说歹说闹清楚了，在禁区烧了点热水，洗了个澡，出来以后拿那个刀子把那个皮袍子把开一划，噼里哗啦掉出来都是金币啊。于是那个威尼斯人就给马可波罗起了个名字叫金马百万，那会儿100万就算有钱了，是吧？咱们那会儿刚改革开放不是万元户也算有钱了，对吧？后来不是威尼斯和热那亚打仗，热那亚不在南边吗？他给买了条船，他们有钱吗？买条船雇了一船人跑到热那亚去打仗去了，打败了。热那亚的水兵比他们厉害，打败了把他俘虏以后，圈在那个2个楼中间有个过道，在过道上面第2个屋子里边圈着他，在那儿写的这个记下这个马可波罗游记，也叫马可波罗东行记这套东西。所以你说他干脆他说话有吹牛的地方，咱们说话谁不吹牛？大家想一想，都有夸大的成分，都有吹牛的可能，但是他要吹牛可能吹得大一点，因为好多事别人不知道，他又对东方了解，所以这些事儿呀，后来都很多这个讨论嘛。这2年也不再说这个事儿了啊。再说1997年航拍的元上都，一般来说咱们摆地图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嘛，但是我这个地图倒着拍的，为什么？我到赤峰军运机场起飞，部队北京军区给派的飞机只能续航能力4个半到5个钟头，我从赤峰机场起飞，飞到元上都就差不多2个半钟头，往回飞快一点，西风大嘛，往东飞大概2个钟头回去，这拍摄最多只有半小时。但是呢是早晨起飞，下午不能起飞，下午有风，怎么办？早晨过来太阳在东边和南边嘛，你拍照从东边南边拍平淡无奇呀，你没有阴影啊，那我只能相反方向拍，飞到元上都的西北方，朝西北方向往东南拍，就拍成这个样子。这是目前元上都拍的唯一一张能说清楚的一张图。南边是闪电河，北边这个四风场当时还没有，这个四风场当时还没有搬走啊。这是皇城，在我挖的那个正中央那个大安阁、南门啊、穆清殿啊，这2天咱们正在挖这个。去年开始挖的这个啊，就是大龙光华严寺。这个图很解决问题，了解了很多情况。这是后来我在2008年出版的那个元上都啊。当年我跟这徐明芳先生约好了，我说我出上都，你出那个大都。结果我也拖了2、3年，到08年才出。他的上大都到现在，但前2年出了一个早几年的一个发掘报告，出了几本吧，但是后来的还没有。徐先生也去世了。那么元上都作为王朝的一个夏天的都城，应该是在兼容并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在总体布局上反映出的是一种，我认为它是多元开放、草原气息浓厚，既具备了中原城市的传统模式，又明显体现了蒙古族游牧生活特色的这么一个东西。当年申遗的时候不断的讨论这个申遗文本，是吧？元上都是蒙古人掌握政权以后，以蒙古的方式建立的一座都城，不对，它是按照宋代的营造法实践的，它按照宋式这样的大的框架，但里边的很多地方，一个房子建完以后，前面房子2殿厢房，南侧都是空地，干嘛？大蒙古包的，很多地方都这样的，它是2种特色都有。这什么声音里边？这是老有声音。那么我们对上都的这个
了解从考古学的方向来看呢，我想简单的把它总结一下，大概有这5个主要收获。我们被挖了10大几年，生意搞那么久，究竟有哪些？拿开它，有哪些收获？第一个，上都的宫殿建筑可以分成3组，我说的3组是3种不同的类型。一组是以大安阁、木青阁、水晶殿等等，这叫汉式的殿阁为主体的建筑群。这些建筑群基本在宫城大内。什么叫宫城大内？就是北京的紫禁城吧，在宫城里啊，大概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大殿，这就是一个木青殿的中间那个殿，这个殿中间一个大殿，2个细腰，后面又2个殿，这又一个细腰，前面这2个殿是元上都最大的殿，是5个殿建成的。1253年还在建，很快就后来元朝灭亡以后就毁掉了，现在只留下这个台基了。大家看见前头这口井了吧？这是靠东侧这个井，西侧还有一口井。我当年张罗了好几把，想把这个井挖一下。就刚才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吗？有个后肥跳井啦，里边掉点什么好东西啦，一般考古发掘容易出东西。没时间，一点时间都没有。张罗了好几把，没挖成，到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彻底埋上了，挖不成了啊！这个任何工作都会留遗憾啊。反正它现在世界文化遗产呢，再挖也不大容易了。还有这个，这是根柱子，其实是个木顶石，上面有4行半古阿拉伯文。阿拉伯文写的啥？格顺莫罕默德阿拉的啊，说如何信教，如何怎么仰望你，凝视你，如何长短。可见元上都当时蒙古人的政策是兼容并蓄。基督教、伊斯兰教，包括佛教不用说了，那个后来的喇嘛教、景教的遗存都在这里边有，都在里边有。最近我的一些学生们在重新翻过头来研究这些东西，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你看这个石刻，咱有点坏了。其实我说这个东西像个鹿，不对，这还是个马。你看尾巴就是个马嘛，是吧？回首望月，这不伊斯兰风格的东西吗？啊，还有这个更有意思，这是考古发掘里边的问题了。这个本来这个上面这个位置呀，就是那个竖的和横的过来这个墙基的这个拐角呀就有了。挖完以后啊，这底下出的是铸储石，拿那个北京咱们水官博物馆那个水官里边那个燕尾槽或者连在一起拿铁锭连起来那个基础石块那个做基石的。结果挖完以后，这不炒特别高嘛？我说收摊之前，这隔了快1年多了，我说把旁边清理一下，别有掉出去的东西。一清出这根东西来了，这是国家一级文物啊！这是根龙柱，它是这样立起来放在那拐角上的。你看它这一面上面这一面看到这一面没有花纹图案吧？下面那一面有，背面那面也没有。也就是说，它立起来之后呢，西面和正面、西侧和正侧是有图案的，图案是对称的。而往后边那一侧，就向北那一侧，往东这一侧没有图案，垒在墙里边了。角柱，这是一个，是根角柱，2.2米高，56公分宽，好几吨重啊！这个神给运在那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搞了个展览，给美国人赚了不少钱啊！但他们办展览也花钱，花3-4个亿美金呐，一个展览，还得早上我们去给做讲座啊，特别漂亮。这是另外一侧，刚才那是西南角，这是东南角。东南角这个呢，大家看这根柱下面这个花纹，跟那个完全一样，只是这个呢被打断了，它没掉下来，但是被打坏了，所以这个地方发掘出了大量的这个汉白玉的石块，都是那个龙柱上的东西，特别漂亮。上面是个清代的喇嘛庙，到现在我都呼吁他们把那个清代的喇嘛庙取掉它，把上部的东西留下。人们说那也算文化遗产，那也得留着。有一年我带一个学生在北大这个开这个研讨会，那个学生就讲了这个事情，就按照我这个想法讲了个东西。那天正好我主持会，清华的2位搞建筑的教授就说不能，那也是遗产长短。他们都说完了，我就说了一句，我说
当时我是第一没有时间，第二没有经费，再一个我也没那么多的人手，要有的话我早把它挖掉了，是吧？等到你现在算遗产也不能除掉，我这是展示元上都了。你让我搁个清代的喇嘛庙，你怎么说呀？这个东西那上面是谁来都以为那是元代的，哪是元代的呀？最近还在文物局征求意见，那个武清殿底下那几个驴圈、磨坊，我得把那东西拿掉呀。人民的元上都这个东西，我说拿掉没有问题。我说我在前15年在社会科学那个上面就发表文章，我就说过这个事情啊，一定要拿掉，拿掉以后才是世界文化遗产。你世界文化遗产是给元上都的，不是给清代喇嘛庙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得很清楚，非常漂亮。你看柱子不是两边吗？这个左侧、右侧这是正面，左侧呢是西侧，那边是底下那个东南角那一块，特别漂亮。而且正面这一面的这个刻的纹比较深啊，侧面那个稍微浅点，上面就这样，牡丹吧，没有问题，元刀最常见的啊。你看那鹿、猎毛、角、须、五藻啊。去年我到南方哪个地方考察的时候，讲解讲这个五藻的东西不是随便来的，说这个到了什么宋以后就没有了，不知道怎么弄。我说元上都的这个龙就是五角的啊，一点问题也没有。你看这种像葵花一样的东西，这个磁州窑的那个瓷器上全这个东西。再往下走的也是五藻的龙，再往下这不是荷花吗？上面的牡丹，下面的荷花，这是当年元代最配套的东西啊。还有就唐代的唐草纹，在这也特别流行。底下不是荷花吗？莲藕这些东西。还有这工字形殿，再从南往北看，前面有个殿，中间是空地吧，第一根走廊还连起来，这是工字形中间那根道，然后前面有个大殿，一般前面大后边小，前朝后倾，一般都这个样子。所以上都的殿是宋代的营造法式的做法来做的。你要说这啥都是蒙古人建的，是蒙古式的，不对，兼容并蓄的啊，不要把话说绝对了。这一组是刚才说是这种汉式的宫殿，另外一种是以中毛殿，就叫希拉乌尔朵啊，希拉乌尔朵金顶大帐，以这包括一些辐射帐幕在内的建筑，宫帐建筑，它是在宫城大的西内，中间不是大内吗？宫城的外边不就西内吗？西边不就西内吗？在皇城里边。那我找到一块直径大概160到180这么一块一个大圆圈，这个圆圈比较高，四周围有这个壕沟，建的金顶大帐，正好马可波罗写的都是，所以一块毯子就200多尺长，在那里边。大宴3天，穿着华服，咱们穿着华服，它叫至顺服，至顺突厥语，也叫这个，就到了那一天，把皇帝赐给你的衣服，今天就穿叫一色的衣服，今天都穿红的，明天都穿蓝的，一样一色服。来了后大宴3天，喝酒，金顶大帐。在哈拉和宁之后，那个蒙哥汗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外国人，法国人叫威廉布希尔，翻译成威廉布希尔。威廉布希尔给蒙哥汗借了一个会喷酒的树，原文翻译啊。会喷酒的树，我一想就是个大酒壶，四面4个嘴儿，这边是蜂蜜酒，那边是米酒，这边是奶酒，那边是葡萄酒。那个装置一出来，朝哪个边出来就那个，从哪个嘴儿出来就是哪种品种的酒啊。但是他们后来挖那个哈拉和宁，我还跟他们说，你们小心点，看能不能找到那个东西。问了好几把也没找到啊，东西后来不见了啊。还有各种这种草地行宫啊。这些地方上的一些避暑的一些地方呀，还有分布在皇城在各类宗教儒学不同建筑风格的殿阁、庙宇、御花园。它那个外城呀，有一道墙给分开来，分成西城和北城。北城里边干嘛？奇珍异兽、奇花异草，那有猛兽呢。所以金顶这个希拉乌尔朵南侧这个地方拿了个墙搁着，我估计正喝酒的传出一头豹子来，可咋弄？是吧？那个整个那个管理是很严格的。所以这些个不同风格的建筑在上都融为一体，相映成趣，这才是上都的建筑特色，是一个蒙汉杂糅的。前2天，去年了吧，好像年底，那光明日报跟我约的，说写一个这个东西，我就把元上都的写了蒙汉杂糅这种东西，
光明日报给发了啊，这老百姓能看得多一点，否则我们的东西老发在这个学术期刊上，大家看不到。这是这个，就是刚才说那个西内和这个北苑，就是外城这两个地方相隔走墙，墙还在3米多宽，这个墙上我当年还打了一个探沟啊，看一看。远处右上角的呢就是这个皇城的这个西北角。我说的这个希拉乌尔多呀，就在这个位置，这不大内吗？这不大内吗？那么那个是在哪儿呢？就刚才看那个刚才看的那个就在这儿。大家注意这个地方，这地方大致有一个圆圈，你看发黑的这个，直径大概在160到180米，周边有一圈壕沟可以渗水的，那大概就打那个希拉乌尔多那个地方，就是金顶大帐的地方啊。所以马可波罗说那个东西在那儿的啊。那么除此而外的第二点，元上都的3重城垣的和城内的主要建筑构筑是在不同阶段相继完成的。最早的开平城可能只是按照内外2重城垣设计和营建的，这不是可能，肯定是。而且当时先建工程这个城垣和宫城内的部分宫殿楼阁，以及宫城外的大龙光华严寺呀、孔子宣圣庙呀等等一些寺庙建筑，石块包砌的皇城和外城的城垣的最后完成，有可能是在开平升作都城之后逐步完成，这是个推测，但大致应该不差啊，大致应该不差。因为元代人早期的诗歌里边就说往来应马滦河秋，滦河斜抱石城流，一点没错。滦河从这个西南角向东北角过去，正好斜抱的石城嘛，啊。还有那个元人写的是个明德门外遇道西，那个正城门叫明德门，明德门外遇道西，酒旗斜挂木檐低，滦河美酒斗十斤，下马饮酒不计钱，多豪迈。那城门都是直开的，咱们城门的瓮城拐弯吧，直南直北的瓮城都直开。有一次电台采访问我说，魏老师，那个瓮城应该是拐弯呀？我说对呀，东西瓮城都拐弯呀。那个南北的瓮城那么大的城，50-60米大的城，为什么都直开？给我问住了，我没想过这个问题，那也得急中生智，也得回答呀。我说蒙古人不常骑马吗？朝城里冲出来，你要拿这个拐弯的那个瓮城城墙，一下撞到城墙上去了，搂也搂不回来，那就得直开。再说元上都当时怕谁呀？他还用到那个拐弯的瓮城，是吧？那世界上当年最强大，他怕过谁？还用搞人拐弯的瓮城？后来想想也瞎说，你东西瓮城不是拐弯的吗？但是东西瓮城不拐弯，不能朝南走啊，这有问题啊。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考虑的。而且上都这个主要的武装的武备是在皇城之上，所以皇城是拿石块包砌，而且四角有角台，每面有6个马面，马面底下的底基都12米宽。但知道马面吧？为什么叫马面？就在城墙是一条城墙嘛，突出那一块叫马面。为什么马面？但知道人的脸也就在前面了吧？马的脑袋也在两边的，是吧？所以那突出那个城墙呢，像马头一样，突出去朝两边可以看到，这个突出一块，那个突出一块，离个180米70-80米远，两个突出这块可以两面夹击啊。所以不但正面可以防御进攻，可以两面防御进攻，是3面防御。所以马面是在中国历史上的马面，瓮城和这个角台是在汉武帝时候开始有的，从那以前没有，在那以后中国历史上也称谁，而且那个马面的距离是越来越远的，最早离得很近。为啥？两头小防御拿弓箭射呀，你弓箭射得达到那个射程的杀伤范围才可以，你要达不到那个程度，你马面离得远，你杀不伤对方。但是随着后来火器的发明，随着后来的弓弩的力量的强大，越来越远，像元上都是70米啊，70多米远，也就是说杀伤范围在35米之内，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是马面，角台就更不用说，角台也突出了形成马面的意思，而角台有角楼啊。所以这个上都还有个情况，就是它有一条中轴线，朝城门进来，明德门、玉天门就天安门一样，到现在两边叫东华门、西华门，跟现在叫法一样的。进来之后呢，它一条中轴线，但两边的建筑不像老单单骑乡
馆长说的啥两边都对称的，就多少间房间不是，它一点不对称，随行就市，地形条件不一样，而且当时上都城建成的地方一片水洼，说是只要一挖地基，万泉涌动，往出冒水，然后以万枚木钉钉之，咣咣往下打木桩子，打完木桩子铺石条，铺完石条以后再起建筑，都这么起来的。所以那个拉斯特丁到16世纪、16世纪成书那本书，记载蒙古人在元上都建成时，那些蒙古人在城里边那个水坑里边倒了很多石灰，然后扔了很多石头，还扔了很多石块和铅块。其实铅块和那个铁块呀，是固定那两块石头的。那个燕尾槽固定的石头，你看那金水官博物馆里边都有那个东西，看得清清楚楚，一个时代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告诉了我们当时的建筑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所以它不是左右配置，有中轴线，但是不属于左右配置。所以我的看法是，元上都是中国历史上从蒙古人开始，从辽金元开始，一个草原都城，哈拉赫宁那样的，像元大都像北京这样的这个帝国都城的过渡当中的一个中间环节。所以要了解草原都城，了解完备的中原都城，你看上都，它两样东西都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材料，是吧？这个过渡的中间环节，这是著名的我刚说的那条路，这不是通过来了吗？当时我就怀疑这儿有个城门呢，下来一挖没有，说明是先有的路后有的城，就这个意思。然后西关外，你看这个路两边，这都店铺呀，跟咱们改革开放以后林间店铺一样的。还有这个铁帆干区，这是郭守敬啊，那位著名的郭太史修条盘山，这个叫做铁帆干渠。修这个渠的时候，搞了一个预算，那会儿元朝力量已经不太行了，元朝中晚期了。那个管财务的嘛讲话，没钱，这个干不了，所以一定要干，减，差不多减了一半的经费修条渠。第二天元文宗来这个上都来纳帛，就是两都巡幸，第二天要打猎去。当天晚上大雨倾盆，有个叫个王伯党的士兵领着100来个士兵堵那个城门，水就灌进来了，朝北往南。早晨起来了，立马雨过天晴，骑着马也能走，啥事没有了。但是一看郭守敬的铁帆干渠冲了个要杀没杀。文中好懊恼说，这个悔不听郭太史之言。但是现在我们考古调查找到那个城，找到那个坝了。一会儿我给大家说为什么他现在把那个渠变成了一条坝，这个事儿也就解决了。这是宫城，宫城的上面这是南边，下面是北边。这是那个我刚说那5个殿的那个木青阁，然后这有个喇嘛庙，这个喇嘛庙可能比较晚了。这就是我挖的那个大安阁，这是从开封汴梁，蒙古人攻下汴梁城以后，一把火烧了以后，唯西村阁独存。说这个阁子居然没让火烧了，木阁子。说忽必烈很新奇，有时候讲点迷信吧，说把东西给拆了，运回上都去。水陆两用，京杭大运河加陆路运到上都来，三门相对，元上都这3个门相对的地方没有宫殿，就在那个地方建了，这3门相对的地方建了宫殿，就叫大安阁。为啥人叫它大安阁呢？因为它是办公的地方。办公地方呢，这个元代的诗，咱们很多诗歌这种事我们想知道不知道，哎，元人的写诗的人给你记下来了，说是三街相对凤池连，这不3个门吗？这东门、西门、东花门、西花门过来，这是御天门，这是三门相对，三街相对凤池连。什么叫凤池？凤池就中书省。什么叫中书省？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在哪里？在全城的正中央。于是大安阁建在哪？建在全城正中央，所以正中央阁就大安阁，没有问题。当年我正挖着呢，树白先生和徐平芳先生匆匆跑出去了，听说你给把木青殿挖了。我说哪来的木青殿呀？你在挖的不是吗？我说木青殿在后面呀，就是这个5个殿，这个最下面这个。我说我挖的是大安阁。我跟说为什么是大安阁？我说那元人的诗歌里边写的清清楚楚，元史没记载，元人的诗歌记载了。忽必烈两都巡幸走到哪跟着很多诗人，走一段写诗，我留下那么多的诗。
这些史料就暴露说这个店在东，那个店在西。中国的史料不记这些，常识，不用书的常识，所以诗人给我们留下了。后来我就逼得我没办法，就开始读上读的很多诗歌，留下了很多东西。这是工程的墙，里边不是夯土墙吗？外边不是包砖吗？包砖夯土墙不能一层吗？一层水一串倒了，里边有80公分到1米厚的这残砖碎瓦塞进去。老百姓盖房子把好砖都砌走了，把这残砖给留下了。砖芯儿，这是正方向排了一个，上边是北，下边是南，这个排对了。但是呢，因为排对了，你啥也看不清楚，它没有阴影。这拍照片最忌讳这个东西啊，还是工程和皇城。这是站在木青殿上向南看，前一个活口子就是玉天门，就像现在在北京的天安门。再往南看就是明德门，那就是现在的北京的南城门啊，就是大都的南城门，就这个城。再往南呢就是南屏山，那个最有练那个太医道的那个刘秉忠，刚才说这个建这个上都那个刘秉忠，官当的差不多辞职不干了。那大概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没让皇帝收拾的这官员，他是个饱学的儒士，19岁就让少林寺和尚带到上都来见忽必烈，在那儿跟忽必烈说话说一晚上不带困的，就这么个人。饱学的儒士还是个和尚，人家到了晚年练的是太医道。你看这么个人，我当年这个南山调查早建了好几处建筑，但是没来得及做，我调走了，这点活到现在没人干了。前2年我过去了帽子屿，还有看过一回，找到我觉得跟刘秉忠那个地方有关系啊。这是大龙光华严寺，也是上边是南，下边是北。你看前面是一个大殿，正中央有个台阶向南，后面有个后殿啊，四面是一个回廊，两边有2处院子。当时上都的记载里说这个地方有，我怀疑是写错了，说有2、3万和尚，没有，大概2、3千差不多，2、3万可太多了啊。在更位上，在东北角，这是东墙外，这个是修过以后的城墙。大家看这个长草这点城墙是原来保存的，我们下边的沙子除掉了，把沙子里掉下来的石头放上去，也不再增加1块，掉下多少放多少。这里边的夯土还在，所以夯土的草也在，而这个地方外边包的这个石头是后捡起来放上去的啊。东城墙朝这边，我朝北往南看，生出那一块是瓮城啊，这个城保存的很。内蒙古大概这样的城址有2000多座，从秦汉以来，但是保存的最好、级别最高的就是元上都，所以元上都申遗非常痛快就通过了。除了它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外，本身保存的也好啊。因为明朝把它攻破了以后，就把那个开平府里边这个宫城，把城墙修了修，叫个开平卫，把天津卫、威海卫，再叫开平卫。待了没10来年，明朝就把南退了呗，退回山西南边去了，所以北边就都扔了，所以他后来就做了牧场了，所以后来没有太大的破坏，这也算是一个捡了个便宜吧，这点城址就很好的保留下来了。这西城墙和西边的城门，这是我挖的明德门的瓮城。最有意思的，大家看下面这一圈石头，这小石块就是柱础石，有过10根柱础石，10根柱子，这已经在红巾军起义的时候全给烧了，所以那是木头都烧的乱七八糟。前面这个将军石，这不指挥石嘛，就挡门的嘛，门烧毁了，门上的铁件烧的都流了，两边都烧这边。大家就想，这是个瓮城，这个城门上面肯定不是券顶的，那它是过梁式的，过梁式咋能支起来这个城楼呢？后来我一看，10根木柱之间镶了9根石头柱子，把石头都烧的裂了，都碎了。所以这个城门呢，在我挖开之前，元朝的后10年也没用它。红巾军1358年烧的，1368年明军把它攻下来的。这10年当中，元朝有点苟延残喘的10年，这10年当中他也没开这个城门，朝侧面打了个口子走，那个打开的口子还在。所以这些吧，你要没有这种考古，你没有这种东西，你根本无法复原那段历史啊。明军打下元上都了，大火烧了3天，居了7天，待了7天，撤走了。
这个上都怎么打下来？他本来在大同，打下大同了，打下大同这北京完了，这个打大都呀，大都经济防御怕打大都，突然间一拐弯直取上都，不往东边去，往北上来了，就把上都给打下啊。这是里边的城门，单孔的城门，大家知道都城城门第3道门，你看咱们故宫不也3道门吗？那3道门，前年我在上都开会，他们请来几个，我就不好意思说了，业务同行，请他们给评价了。来之前他们先去参观了一圈，回来了讲会上讲说先讲，说这个上都不对劲啊，怎么就是一道城门呀？我就故意跟他们斗嘴，我说那你说应该几道？那个3道城门呀。我那是你的意思，我给挖丢了2个，你叫你挖丢啊，你能挖丢的？我说你来之前先读读书，看看报，是吧？拿手机随便搜一下就搜出来了。它原来是个开平，它不是都城，按开平建的，就一道城门，你到哪去找3道城门去？哎呀，我们的学者们呀，真是没法说。你们成常的那个短视频的挖苦的专家们，真是专家啊！你看这个朝外边往里看，看得很清楚了。这烧毁的那个瓮城门里边的城门，这还有一块木顶石，看这堆了以后再没用过啊。城还是非常规制的啊，非常规。你看这更有意思，你要是稍微大家拿眼力瞅一下吧，你能瞅不瞅到这个城门里边这块？这是一条街道，看从这开始啊，这是一侧往前去，这又是一侧，这样往前去。你干过这个活的人嘛，一看就看出来了。它是一个街，两边是那个水沟，这条大道出来以后朝城门进来，出了城门这是西墙，出了西墙朝哪开？朝南开。这个城特别有意思，大家看两边是不是也是包的石块？里边夯土，两边石块，水源上多地方水草好呀，草长得好高。这个城墙上不长草，为啥？夯土不长草，它长不了。但是哪儿长？就这一小点长。为啥这一小点长？这是原来的城门。红巾军起义为了堵城门，堆石块、堆石头、堆土，土上自然就长草了。所以你去了一看，你都不用你看，立马就把城门找着了啊，清清楚楚。这是北城墙外的护城河，宽26米，两侧都有那个石壁，特别清楚。那当年下了大功夫的啊，这个也没时间，也不用发掘，拿探铲刮一刮就清楚了啊。这是我当年航拍的一个北城门，就是刚才看的是靠西边的，这是靠东边这个，南北长60米，东西宽50米，50米乘60米的一个瓮城。你看城门直开，不带拐弯的。更有意思，你们看这是啥了？这些东西，菜窖，当地那个村民的菜窖，也不是村民，五一总畜场的那个职工的菜窖。一共183个呀，是80几个？哎，不对，148个。我派了雇了3台4轮车，整整垫了一个夏天，垫完还得夯啊。为啥这城墙打菜窖？第一个不塌，第二个不像一般的菜窖那么热，放着土豆不会生芽，放着白菜不会腐烂，这东西特别好。所以我们找城墙到哪儿去看城墙底下什么建筑我都不用挖，找谁们家在那儿住过，把他们菜窖打开，我下去看看，全清楚了，不用我挖的。在这儿也是这样，像那个工程的城门，工程家砖墙下面是什么地基不知道。正好那天我弟弟92年刚去，我找一个农民家，他们中午在人家吃饭，吃完饭了，我说你家有菜窖不？有啊，打开让我进去看看。你看那干啥？哎，我说我下去看看。4层10条。咱们盖房啥都是3，对不对？3层砖，是吧？怎么个闹？4层，不但元朝4层，后来的明朝修了一些卫所，咱们朝这个张家口过来到北京在卫所，各种卫所、各种城防，全是4层10条，跟我们现在的理念不一样啊，非常有意思。第3点，上都面积广大的4关是上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一直说，想了解上都一定要看4关。光看上都城里边，你看不出多少东西来。要看4关的民众生活，看民众怎么生活的。每一个关都跟上都城那么大，所以那里边包含的东西太多了。我当年说，你把那西关挖一挖，说不定能出很多窖藏。一打仗人不好了，东西都埋那儿，怎么埋？一堆瓷器
瓷器上面压一个大铁梨花，好多地方看到漆。我说为什么呀？你把梨花放底下，把瓷器放上头，不是？拿那个梨花压着呢。而且那会儿就是瓷器不好带走，梨花挺沉，但是梨花值钱，所以都藏在教场里去了，就这样的。所以很多教场都这样子，所以他才有这个，在地方就是每年等到这个，你看南关是酒肆客栈，西关是买卖地方，东关是给这个赶快贵人留着，北关是兵营。我找到2个兵营里边那个尺寸一样样的，我算了算，能大概住8000人，啊，能住8000人。再就是刚才说的东关西关差别，还有关曹夺河属，古寺不长居，什么意思？天一冷的8月15前后就撤了，皇帝撤了，大臣们撤了，军队撤了，买卖人也撤了。所以到了冬天一场雪下完以后，第2年开错说10家9家无山斜，那房都压歪了，就那么个地方。夏天进去了，骑着马在城里走，那个泥糊糊都能糊住马肚皮，就马蹄都在泥里插着呢。所以不像西方人想象当中的元上都多么繁华了不起，不是那么回事情啊。在这铁帆杆区当年为了镇这个水，这个底座是在那个顶上放的，掉下来了，也是2米2长，那个底座里边可以镶嵌做那个插那个起面的杯子。铁帆杆哪里去了不知道，这郭守敬不是郭守敬，刘秉忠，就说当时镇不住水，就起来祈祷，把这个龙给送上天了，插了个旗子把水给镇住。这就是那个铁帆杆区。当年看那个东西以后，我来这边查这个元朝都城北边找这个铁帆杆区，咋也找不着。爬到山头上一看，看明白了，这不是个渠呀，这是个坝呀。这个坝一直到这儿，你看这是个泄洪口，这也有渠，这也有坝，水朝这儿过，把北边的水拦住，朝这边过，正好到了城西边了，就冲不了城了。但是它原来铁帆杆渠是2条燕子呀。再在高处看出来了，你不要看，应该也看出来了。这不一个吗？这不正好过来吗？这不这边正好也过来吗？他把水朝这边送到现在这个区里边，然后送到那边去。后来我下来以后，就把这个地方打了个探沟，一打全是沙子。就这个东西就是被冲毁的那个渠，铁帆杆渠，冲毁了不能用了，干脆在这北边打了一条大坝，6公里长，到南边拐过来一共6公里长，修了个坝，把水顺着这个泄洪渠这个送下去了，保证它的水利公司。这是刘秉忠那个郭守敬干的啊，这事还挺科学一个东西。夏天看不好看，冬天看得清楚啊。那个铁帆杆渠2条叶子非常清楚啊。这个宽度大概6米多。也符合他当时那个尺寸啊，两边用石块包的，渠里边放着群羊都看不见，大概直径在这个距离大概在60米左右啊，很宽。南边往右侧看，那就看见元上都的北城墙，南边是南屏山。这是城东边这条渠是文化这个据说大跃进时候开的，这么个东西开了，这是一个供应那个城里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仓储。啊，一个厂房，好东西。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建筑，大概守这个厂房这个建筑啊。这是这个粮仓，很大，一条边大概200多米。车朝南边把粮食运进来，这都是厂房。院里边很大，这都100多米，车可以转得开，晾晒粮食可以。元上都不产粮，产很少的粮食，所以上都每天朝大都发500辆牛车。往上都运粮，每天该用到上都还剩多少车上有粮？你看吧，人吃马喂的是吧？不容易。这是这2个仓，西关的万营仓，还有这个东关的这个广济仓，这是历史上记载很有名的两仓，建造也一样。旁边这一群石墙都被当地人给拆了，拿回他们家盖房子去了啊。这是粮仓。那么第4点，就上都周围发现的墓葬表明，元代的蒙古人、汉人分开埋葬的，城区周围基本都是汉人。过去以为都是蒙古人，不对，我们找到了很多汉人的墓地啊，那写的特别有意思。有一个人
有一个碑上写的说，这个父亲啊，到这个墓地一看，野草丛生，杂乱无章，就是有一些怜悯之意吧，就是说让一定要出资把这个墓地给修好了。结果没修完，他死掉了，就告诉他儿子，你得给我修好了。这他儿子修好了，就建了这个碑，算这个修墓的过程。而且现在这都是北京什么延庆呀、河北蓟县呀，都这代的人。这些人干嘛呢？他们懂技术，跑到上都去给建宫殿的，所以住在城区周围。而再远的地方出来的墓都单个的小墓，蒙古人自己的墓，酒壶呀、那个马具呀，这些东西出的多，两家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看我在那儿东南方向挖了个墓，挖的墓是个火葬墓，石头一圈，中间是骨灰。过去了，我快收工了，我过去一看，哎，我说那个罐底下怎么有个石板呢？哎，那石板就是块烂石头了。我说不行，把那石板给它们翻过来，往手一翻，就这个东西。这块石碑起了大作用了。你看这儿写的不咋地吧？上都小东关，本来是住人，不是这儿刻了4行，成了个家人了啊。上都关、小东关住人，下面是个花押，元代的花押就印章。然后黄德禄之位，这人叫黄德禄。然后小黄大，可能是多连女合舍，就小子和姑娘一块儿给舍的。当时说啥叫个小黄大？或者元代的白话呀，咱们这块的儿子叫小子吗？小子黄大，闺女谁也列这块碑。这个发现了很多问题。原上都有小东关，就刚才那条大道，东面是小东关，西边是小西关，那上面是东关和西关。东关论语，西关论语多思语，东关账房乱如云。这一下就把很多成本也解决了，否则我们好多事搞不清楚。在空中看征山的墓地，几千座墓葬，太多了啊！在当年挖的一部分，像这个墓葬，我挖开的时候，上面中间是个祭台，这个祭台也将破坏了，然后墓葬的顶部也让挖开了，啊，里边都塞满了土后呢，屋顶那个墓葬顶是个屋顶，这个屋顶都给塌在墓里边了，啊，一看到墓门好好的，墓顶给破坏了，墓葬的墓道上的门好好的，啊，而且一看拆开以后才发现用了2次。第一个2个人不是一块死的呀，先放进一个，又放进一个。再看随葬品也清楚，你看木门也拆过的，砖一看就2次用过的，里边是棺，啊，2个棺，而且一看棺这个样子，这个破坏的样子，埋去不久就破坏了，所以棺木是好好的，基本保持完整。墙上还有24孝图，看不清了。墙的正上面是蒙古马，没问题。2侧是门类宋代的装束，啊，更有意思的这点随葬品，完完整整一点没拿走。人们说盗墓为啥不把瓷器盗走呢？那多值钱呀！来了几个台湾客人跟我说：“魏老师，这个大碗，当时跟我说这个大碗至少500万。”我说那么贵呢？现在大概得几千万吧。你看这个东西配套的，你看一个小香炉，2个酒壶，一个小罐儿，中间一个碗，5件套。后面呢，这也是个香炉，一个小罐儿，2个酒壶，一个碗。一个，当时大家埋葬的情况，随葬品是一样的；二一个，这2套随葬品的样貌也比较相同，说明这2个人死的前后次序不太晚。第三个，随葬品金银器全没了，留下几个镯子，瓷器都在，我可以判断他是埋了不久就被盗了。那时候盗开这个墓，在瓷器值钱吗？你们家里边现在锅碗瓢盆值钱吗？现在变成文物了才值钱，不是文物它不值钱。所以这个墓肯定是早年盗的，不是现在盗的啊，很有意思。墙上还有很多壁画，这个碗他说500万，当时我就在那个文物架上荡得灰尘满面的，他们说这么好的东西，我说这算个啥？我那保险柜里好东西有的是。在咱们的茶叶罐、糖罐不是一对一对的梅瓶，这个出了50-60个。我当时有个想法，干啥的？我说肯定是酒瓶子呀，那个是酒壶的酒瓶子呀。但这个酒瓶能放多少酒呢？我就老想弄点水给它，把这个容量搞一搞，它也弄不坏。结果忙的没顾上，没干这个活，到今天再干不了了，这东西不在我手里了。量一量，我估计这一瓶呀，就相当于咱们现在2斤半到3斤的样子啊。香炉、干枝梅、
双鱼件啊，这都相当于快到近代的东西了。大贯铜宝宋钱，这边是88文的大元铜宝元钱，这两个钱搁在一块捆住，放在那个碗里。最有意思的这个东西，这是个金的，天下太平。元代的春节是元旦，不是正月初一啊，是元旦过春节。过春节干嘛呢？妇女们特讲究，元代是比较尊敬妇女的。元人、蒙古人也特尊敬妇女。那年他们演个剧，说是大汗站在战车上，几十头牛拉着，旁边站个谁呢？我说肯定不能站他爹，战士有时候最好他娘上去。这很多历史可以说明，他们这么做了。妇女到了每年正月初一以前要换装，插个毡头上不是吗？毡上垂一根这个线儿，挂一个铜钱，铜钱是年号，但这个年号老变呢，变得麻烦的不行，咋办？我干脆拿金片扎它4个字，天下太平，年号也不算了，就不用换了。这么一个情况。你看这是个户外壁构，就是这上面干嘛的？护这个壁，架鹰的。架鹰干什么？海东青，就架那海东青干嘛？捕兔子，抓兔子的。你看那个肥兔子啊，钧瓷的小罐，我在南关发掘的时候出的。这种地方不是经常有一个红的印嘛，叫天空出彩霞嘛，咱们大家玩瓷器的人都知道，随便出就出个这东西。还有这铁锅，很遗憾这个铁锅现在已经不在了，底下垫的我的那个这个盖的一个小黄军绿毯子，上面把他拿那铁丝吊住照了个相。后来保护措施不得力，时间长了这铁很快就腐朽，现在会碎成一堆渣子了，没有了。所以这张照片反倒珍贵了，当时也没有更多的保护的技术。最后一个第5点，杨渠庙祭祀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就是我因为这个事儿才去的，是元代重要的考古收获之一。杨渠庙地区是在元上都西北70里地，它再往西北方向上去就是哈了，就是那个元代的祈念山，肯特山祈年谷，就是埋成吉思汗的地方。所以他们为啥蒙古人自己不留墓葬？祭祀怎么祭？西北方向，西北方向是哪儿？就埋成吉思汗的地方。蒙古国的这个肯特山祈年谷啊，当年说埋回去以后，挖深埋，埋完之后万马就平，马踏平了，稻草长起来以后再撤围，谁也找不到。到现在90年到92年，蒙古国和日本人合作搞了3年成吉思汗陵调查，没有结果。我去93年，我去了问蒙古人，我说为啥没找到？他们不说，你告诉我到底为啥？咱到了3年没找到。他说的就是那个人跟我挺熟，说我不让他找到，他能找到吗？我说这种合作的个什么意思？不让找到啊，还是没找到啊，没找到。而且这个杨渠庙祭祀的相池，我就去元上都说，因为调查的地方，我发现的地方是个祭祀遗址。后来挖完之后才发现汉白玉雕像那么漂亮。后来查到了元代的一个制正集啊，这个叶铁木儿元文中筹叶铁木儿祭祀仙人石像，说是象着白石在滦都西北70里，正好位置相同。约须弥白就是咱们这现在的汉白玉嘛。副从台架小式处置，对有一些外边后面是一个3层台子，前面是一个亭子，把那石像放进去，正好这个东西跟他记得一样的。后来当时他们新闻部门乱报说元代皇家这个的祭祀地弱，我说不对，这是叶铁木儿家的，剩下都没他的规格高啊。发现了很多这地方叫杨渠庙，所以这是一种兴奋这种陆氏文化的这个突厥部落的人，他们被成吉思汗征服之后，把这个信仰和这个祭祀的方式带到了蒙古民族当中来，所以这东西在这个元上都呢也就存在了。而存在的这个人本身就是个钦察人，就不是一个纯粹的蒙古人啊。所以认为他这是一个叶铁木儿家族的生次。这个人这个扶持元文宗当了皇帝不久，元文宗觉得自己心里愧得慌，为什么呢？他哥才该当嘛，把他哥朝哈拉赫林叫回来，这个皇帝该你当，我不能当呀。跟他哥把皇位给了他哥，一天把这个仪式做完了，晚上喝顿酒，第2天他哥就死掉了。
这细节不说也知道。第二天呢，这个叶铁木儿又扶着袁文忠当了皇上，2次扶袁文忠当皇上，袁文忠他呢就没法再讲他啥了，最后没招了，把他3代去世的祖先都封王，3代祖先的夫人都封太夫人，然后就在这个阳曲庙这儿搞了个祭祀地，搞了这个祭祀这个祠堂。叶铁木儿本人还活着呢，就建了个生祠，也放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挖出来4种雕像啊，这个东西也蛮有意思。这个研究恐怕我们还没有做完。这是雕像坐在椅子上啊，这是那个祭祀地，那是那个大概30-40米宽窄的那么一个圆圈。你看，在里边是个小亭子，这放一个雕像。当地人闹不清楚，就把底下挖了很多大坑。你实际上底下挖大坑，那能有啥东西啊？这后面是一个3层的台子，像个敖包一样，给挖的乱七八糟，你看包的砖，包的石头啊，旁边让人给掏洞，以为底下有什么，全生土啊。雕像就这样汉白玉，特别漂亮。右侧挂一个小包，还有一只黄羊角。那黄羊角一轮一轮的小轮，为什么呢？这是元代的皇家的一个标配。他们都骑马吗？马的缰绳一般都是麻绳做的吗？个别是拿皮做的。到什么地方一拴着马缰绳进去了，办事儿出来了，下雨了，缰绳就硬了。你们到马的那个麻绳做那个缰绳啊，麻绳见了水，阎王见了鬼。这麻绳一把硬的跟铁棍似的，解都解不开，所以带那个小东西挑那个绳扣的，所以变成一种标配。而这个椅子是一个咱们就是交骨的椅子，就跟咱们现在做的那个交叉的那个折叠椅子一样，这是北方民族发明的，这叫胡床，也叫胡船。河南焦作出了一个元代的墓葬，出了一串木俑，排头的2个木俑就背着这么个椅子，他们拿来给我看的，就背这么个椅子，他到那儿往下一放就能坐，坐完一会儿一合就带上走了。所以这种东西是北方民族发明的，所以这也是交叉的这种椅子，对扣莲花，身上穿的这种半袖长袍，这是符合当代蒙古贵族的样子。你看那个肩膀上那个盘的前后2条龙也是五藻，叶铁木儿凭什么用五藻呢？那时候就是可以就是可以。手上还戴着戒指啊，指纹上非常清楚。你看这黄羊角、蒙古刀，那个小包干嘛的？装火镰的，打火的啊。还有后面的这种牡丹花扣靠背上的，前面的脚上的云头靴子，标标准准的蒙古雕像啊。还有这个手指甲盖、手纹都清清楚楚。除了这种高级的汉白玉的和火山岩做的，就普通老百姓的一般的，也是坐在椅子上啊，也是坐在椅子上，是不是？而且有的这是这样的，有的像女性，除了男的有，这个旁边还放一个女的啊，女的是站在旁边的啊，像这也是个女性。所以啊，这些材料的发现，这些材料的研究，应该说我说的到今天为止只是一个皮毛。这么大一个都城，这么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民族，这么一个政权，这个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这么一段历史，我想我们的研究远远不够。就像现在的圆明园、现在的颐和园等等这些东西，要做的事儿太多了。所以说，即便这个城在元末的农民起义当中已经毁灭了，遗址留下来了，而且目前是保存最好的。而上都的名字不但在草原上流传，在欧洲、在西方耳熟能详，大家都知道。所以今年我说开个会，报名的人特别多，但是好像有关方面还觉得别来那么多，太多。当年我刚发掘的时候，外国人想来都来不了，现在还放开了，可以来，过去根本不可以。我来了一个英国人，在我那儿跟我住了1个多礼拜，我每天给他讲故事，他回去隔了10年到96年到2008年12年。再来之后就不认识我了。我说咱们俩一块照过好多相呢，我领他又走了一圈，他咋也记不住。第2次回去之后，我把出版的原上读给他寄出去，我跟他开玩笑，寄书钱花了900块钱，然后他把他都挂着留在我的车上。半年以后给我就寄回一本书来，他拿我的原上读又写了一本原上读，而且寄来一大堆照片。哎呀，就是12年前咱俩见过面，这是我给你照的照片。英国著名作家、著名节目主持人、著名的这个畅销书作家，
我到了英国去开玩笑，到伦敦来见我，晚上那么晚了，见完我呢，我先说一块吃个饭呗。我回来也挺晚了，不做事还得我请他吃饭。这个礼道上跟我们真是不太一样。我把他叫上，把那个在那边学习的中国的学生叫了10来个，大家出去热闹一下。但他们对那个东西的认知跟我们不一样，很尊敬，很神秘。因为袁尚都被那个克罗地兹那首诗影响了，所以那个克罗地兹是大家有很多这个传说，有很多西方那些个旅游的那些个产品吧，那些包装的说法。所以他回去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了袁尚都，起来以后就赶快天亮了，赶快写14行诗，写的袁尚都写的美的一塌糊涂。正写的呢，咚咚咚，邮差敲门呢，送邮件来了。他取邮件，取完邮件再写不下去了，就到了半首忽必烈的袁尚都，在西方整个流传。所以我们到西方去，只要讲起尚都来，他们都讲这首诗。那诗里面瞎扯，还有海洋啊，什么奔腾的河流呀，哪有那些东西？只有个闪电河那么一小点，是吧？所以现在对他的认知，大家慢慢在改变，尤其现在文化交流比较多，他们也来，我们也去，这样一会儿有些合作的研究什么。但是有一点，就中国的遗址不允许外国人挖掘，倒是我们可以去挖掘他们的遗址啊。现在在这方面做的交往比较多，慢慢的可能认知也要好一点。所以现在我就说，由于这个尚都留在了马可波罗的记忆，留在了马可波罗的行迹当中，而且这个勒纳格鲁塞说这是一座拥抱巨大文明的废墟，这个说法给了世界很大的震撼。因此呢，我们现在保护也罢，发掘也罢，研究也罢，这个世界这个文明的大都会，我说把凋零的碎片拼读成人类文明的教科书，永远是现代人的神圣职责。我们要做很多事情，我教我的学生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否则我们国家养活你们读书写字干嘛用？你也不生产钢铁，也不种棉花，也不种小麦，是吧？那要你们干嘛？精神上、思想上、文化上做一些贡献，这才是我们的宗旨。这跟席慕容在袁尚都，现在今年都80多岁了，来不了了。前2天说想来袁尚都，恐怕来不了了。好，这是我在尚都工作了将近20年，到05年终于自己在经典船上造了一个像，从来也没造过，造的也很拙劣。好，谢谢大家，到这吧。感谢魏老师带我们穿越废墟，探寻袁尚都背后游牧与农耕文明深情对望的印记。当历史的尘埃落定，留下的不是断壁残垣，而是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永恒思考。愿这份辽阔的寂静继续在你我心中回响。感谢大家的聆听与同行。本次讲座